想获得高人授意，修炼失传已久的佛掌。练此掌法需掌握五行之力，先以手腕转动铁球练习金之力，随后用尖刺木桩练习木之力，接着承受瀑布重压练习水之力，再拿火把对练练习火之力，最后下盘飞沙走石练习土之力，最终达到五行合一、万佛朝宗的终极境界。小海是个孤儿，自小与收养他的媒娘相依为命，每日在海阴寺帮忙做事儿。由于生性顽皮，惹得庙里的和尚对其不满，经常处处刁难他。然而最近10日，小海发现最近寺中多了不少生面孔。原来罗汉与佛掌为江湖2大门派，罗汉门贪图权势名利，竟投靠满清朝廷。怡亲王为当代罗汉门掌门，为人心狠手辣，经常虐杀反清志士，反清义士无人不想将其除之后快。恰逢怡亲王将要在数日后携妻子前往海阴寺还愿，反清义士遂提前设计潜伏，准备趁此机会暗中刺杀。待到王爷还愿之日，众义士早已蓄势待发，不料就要寻机刺杀时，从旁观望的小海一声刺客喊出，就此功亏一篑。诸遭护卫立刻上前围杀，只有4名义士艰难逃出升天，仓皇前往媒娘住处。原来媒娘也是反清志士中的一员，见此将4人送入井中躲避追兵。小海因救助王爷有功，王爷为感谢救命之恩，将他带回王府，不仅吃穿用度应有尽有，还准许他留在王府当差，并让副总管刁二从方服侍。然而王爷此番善待并非出于好心，想要刺杀他的义士数不胜数。小海得其恩宠，足以替他吸引仇恨，待双方争斗之时，他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利。而小海现今平步青云，自然要回到海阴寺炫耀一番，4抬大轿嚣张跋扈，还趁机整治曾经欺负过他的和尚。和尚们认定他是满清的走狗，当即一哄而上，将他痛打一番。刁二却打心眼里看不起他，而袖手旁观。吃了这般大亏，小海立刻回到王府告状，王爷也是丝毫不含糊，当即让小海狠狠教训刁二一番。小海一顿耳光，当场将其打了个7荤8素。一个毛头小子也敢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。刁二随后找上狐朋狗友商议计策，定要出这口恶气。等他带着小海前往赌场玩乐时，故意让他当众出老千。早已串通一气的打手立刻动手，刁二嘴上说去搬救兵，实则躲在一旁安稳看戏。小海虽自小习武，有些功底，却也架不住双拳难敌4手，被打手们以叠罗汉的方式压在底下，动弹不得。好在此时一个邋遢和尚出手解围，长居海阴寺状似疯癫。小海向来以3六叔相称，两人关系要好，称得上忘年交。3六叔功力深厚，有他出手，寻常武夫自然没了气焰，轻松被小海制服。为感谢3六叔仗义出手，小海将王爷赏赐的羊狗炖汤奉上，连声称赞王爷对他的宠信，无意间提及王爷的练功房无人可进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3六叔顿时意识到不对。佛掌罗汉本是同出一门，当年罗汉门得势后，为了独霸江湖，对佛掌门人赶尽杀绝，而3六叔正是现如今佛掌门最后一位传人。此番知晓王爷极有可能是罗汉门人，便让小海前去打探一番。小海一言，偷偷来到练功房窥探，只见屋中壁画形态各异，王爷正闭目养神，却在睡梦中演练拳法，忽而又癫狂大笑，拳掌如风，最后翻身上岸，继续鼾声如雷。小海赶忙找到3六叔，将看到的情形尽数告知，而仅仅从他的描述中，3六叔便已知晓王爷的罗汉拳几乎已达巅峰。当即计上心头，让小海去求王爷学武。小海也并未深究，一口应下，哪知被随后跟来的刁二尽收耳中。随后他立即找到王爷，将方才之事尽数说出。王爷心机深沉，决定将计就计，教授小海武功，借此引出其背后的大鱼。隔日，王爷开始教授小海习武，练习罗汉拳需眼到、心到、手到。魁星踢斗力无穷，罗汉藏拳猛如龙，招招制敌于拳掌之间。期间，王爷发现小海实为练武奇才，很快便能举一反三。但王爷并不担心，罗汉拳是自己亲手所教，哪怕小海判出自己，也能轻松反制。经过多日修行，小海的罗汉拳学得有模有样。
这夜，数名反清志士闯入王府，准备破釜沉舟，舍命刺杀王爷。小海不知底细，上前阻拦，为博得王爷信任，痛下杀手。岂料当掀开蒙面时，竟是与他相依为命的梅娘，自己竟是亲手害死了至亲之人。小海追悔莫及，此时他方才明白，自己本就应与王爷不共戴天。三六叔为他开导解难，既然事已至此，不如待梅娘完成他未了的遗愿，劝他继续如往常一般留在王府，如此才能有机可趁。这日，王爷打算校验小海的修炼成果，命雕二全力出手与他激斗。雕二本身武功不俗，一手斩马刀更是使得虎虎生风。小海一时大意，就被其回马刀所伤，情急之下双手合十，使出三六叔私下传授给他的招式，当场就被王爷看出端倪，假意让小海传信给三六叔，想要切磋武艺，实则意图除之后快。三六叔虽知此去多半是场鸿门宴，但他依旧毅然前往。眼见王爷咄咄逼人，三六叔也不再退让。正如曾经的佛长罗汉之争，当代的两位宗门之柱再起争端。这两人俱是武学宗师，随手施展皆为奇招妙法，激斗数十回合也难分胜负。但高手之间些许差距便宛如鸿沟，两人互拼一掌，王爷却是凭借气功暂时压制住内伤，眼看继续下去恐将性命难保，三六叔寻到机会逃出升天。至于小海，在王爷眼中已没有利用价值，当即就要斩草除根。门外窥探多时的小海闻听此言，立刻连滚带爬逃出王府。事后，他与三六叔会合，三六叔一声长叹，将两派之间的渊源尽数告知。如今王爷必然不会放过他们，小海也想替梅娘完成使命，决心拜入佛长门下精进武艺。修习佛掌需掌握五行之力，手转铁球以使劲力圆通，掌劈木刺锻炼反应灵敏，身乘瀑布重压锤炼体魄，躲避火把练习身法腾转，脚铲砂石以图出其不意。如此艰苦卓绝的修行，加之他本身天赋超群，小海很快掌握五行精华，武学修为一日千里。但在王府的大肆搜寻下，他终究还是暴露了踪迹，数名杀手挥刀袭来。然而小海此时已是今非昔比，轻松将杀手毙于掌下。王府两大总管还想借势压人，也在他精妙的掌法下毫无作用，轻松缴械压制两人。随后一招泰山压顶，结果两人性命。此时他忽然心有所感，既然他的行踪已经暴露，那三六叔自然也不会例外。就在其陷入劣势，即将丧命之际，小海适时赶到，挡下王爷杀招。仇人相见，自然无需多言，正所谓拳怕少壮。再者，小海对罗汉拳并不陌生，一时间倒与王爷斗了个旗鼓相当。然而王爷功力深厚，很快扳回一局。小海立即施展佛掌五行精要，金之力圆润贯通，掌起如剑，快如风，一招扯断王爷发辫。王爷借势施展颠罗汉，状如疯癫，拳劲刚猛。纵使小海以木之力应对，掌如木尖突刺，也依旧不敌。灵机一动，使出泼水醒神大法，打断了颠罗汉的意境。随后借势挥掌猛攻，一掌劈在王爷脑门，王爷顿时头晕目眩，竟是借此状态施展睡罗汉，看似半梦半醒，实则暗藏杀机。若不是小海凭水之力锤炼身躯，恐怕已无再战之力。见此，小海再度施展火土合力破局，缠起沙土干扰王爷视线，再接一记凶猛直刺，占据上风。然而王爷经验何其丰富，撩起衣摆挡住来袭飞沙，借机施展最后的笑罗汉法门，攻势如风，令小海难以支撑。此时三六叔奋力牵制住王爷，小海借机将五行合一，金元木间水起浪，火势威猛，土追杀，一招万佛朝宗使出，手乘佛掌直刺王爷咽喉，终于使这个恶贯满盈之徒伏诛。